大家好，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今天是2026年2月11日，星期二。我们在盘中给大家来做一个解析。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疑问，不用担心，全部的给大家都解读清楚，好吗？今天的非农数据大概率可能是好的过分了，这个就引出了那个经典的华尔街悖论 ：Good news is bad news，好消息就是坏消息。就业数据太强，说明经济极其火热，这个就直接打消了市场对美联储大幅降息的幻想。大家本来都指望着今年降息100个基点，现在看来可能只有50个，甚至更少。那么这个就是今天为什么大盘它会有一个高开低走的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数据公布的瞬间，情绪非常的亢奋，因为经济好嘛。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不对啊。降息的预期没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有一个飙升，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一下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到底是真衰假衰，真涨假涨，好吧？但是呢，今天我们根本就不用害怕，今天在大盘有一个回落的时候 ，SOXL。它在哪里企稳的呢？它就在美东时间的10点35分的时候有一个企稳，那么正好我们就是在美东时间的10点36分的时候叫大家去进行入场。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段时间我们会员朋友盈利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像这位朋友他说他已经来了我们群1年多的时间了，已经是有更好的一个盈利了。所以说你待的时间越久，你的盈利就会又快又稳。然后呢，这里也有一位朋友，他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加入，他说他过生日想买会员当自己的礼物。那么你对我好，你信任我，我也会对你好，直接送1个月的会员，好吧？那么如果大家想要这些盈利的话，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你早点入群，你就早点赚钱。我相信加入我们会员群是你2026年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欢迎大家来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这个链接来加入。好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从宏观数据出发，这份1月非农数据本身它是偏暖但不失控的一个组合。1月的非农新增就业达到13万人，远高于市场预期的5.5万人，就业增长明显是好于此前几个月的低迷的节奏。同时失业率已经从 4.4% 小幅回落到 4.3%， 说明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滑向硬着陆，反而比我们预想中的更加的有韧性。但是工资这块平均时薪环比上涨 0.4%， 同比 3.7%， 又略高于预期的 0.3%。 这意味着什么呢？通胀的粘性还在，美联储想快速放鸽，但是也说不出太硬气的话。所以说今天盘前的那一脚拉升，本质上就是经济没死的乐观再占上风。开盘后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指数还是个股都是有一个回落的。这个回落的话呢，就是工资偏热，预期不敢太松的现实在给估值打一针镇定剂。尾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没有到尾盘，但是呢，现在盘中已经有开始进行一个拉升了。那么这个拉升是市场重新消化这份非农就业报告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我认为大概率它会告诉大家，这个并不是利空，只是说没有那么大的利好。大盘它现在危不危险？它不危险，它仍然是可以在高位维持在一个可交易的多头结构。但是呢，有没有猫腻？这个猫腻其实就藏在这根走法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大盘的一个走势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它就是典型的高位震荡的洗筹，它并不是趋势的反转日。第一，非农大超预期，按理说如果市场真怕更高利率，那么应该来一根大阴线，从高开直接的给你砸到低收。结果是什么呢？冲高后虽然回撤，但是呢现在又有买盘把指数往上拖着回去。这说明什么呢？机构并不愿意把这份数据解释成利空，而更是倾向于软着陆故事继续的那条线。第二，盘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蹭蹭蹭的往下跌，一脚跌落，更多的是短线资金利用宏观事件做波段平仓和反手的高频，而不是大资金系统建空仓的一个节奏，否则成交结构和波动形态会更加的极端。所以说今天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下去有人要接，上去有人要派，这个叫做换手，这个不叫做砍仓，记住了哈。第三，从结构上来看，今天的价差主要是发生在盘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虽然说没有到收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收盘要跌落这个690这里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市场把非农这个变量给消化了，但是后天 CPI 这个变量没有消化掉，真正的大波动可能在 CPI 的当天或者是之后，也就是在下周的星期一、星期二直接的爆发。明天怎么走？我们要把技术形态和这种价格行为放在一起看。那么我们 SPY 的日线图现在的这个价格就是在691上下来进行一个震荡。我告诉了大家，691这个地方确实是近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位，没有跌破，那么我们是可以继续看涨。但是在上方695附近有明显的短线抛压，结合非农后的情绪，我对明天 SPY 的基线预期是偏多的高位震荡。如果说没有额外的黑天鹅，那么我认为大概率会在690上下5个点的一个区域来进行开盘。向下的第一道观察位，那么就是在688附近。如果说没有跌破的话，你继续的持仓待涨，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下杀力度比较强的话，那么我们看685这里很有可能是多头再次进行一个2次试探支撑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我们的这个抛盘就是在696这个地方，市场已经用脚投票接受了这份非农数据 CPI 前的筹码结构，它会变成上有空间下有支撑的一个偏多的格局，好吧？这就是对于 SPY 的一个解释。QQQ 这边紧盯着我的这根趋势线，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知足转换的一个位置。那么在上周五这个地方很显然的成了一个压力位，但是在这周它就成了一个支撑位，节奏类似，但是波动比 QQQ 更加的剧烈。那么今天的下探它并没有摧毁结构，反而是在对于这个位置610这一带进行一个支撑确认后再向上攻的一个尝试。那么结合盘面的信息，我对明天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只要说 QQQ 你能给我稳在大概在610上下这个位置，不是出现连续跌破的走势，那么我认为科技股半导体它仍然会处在高位震荡偏多的一个形态。但是现在我们的压力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在616到620这个地方。如果说这个地方能够把浮筹给洗清楚，那么整条科技的主线它就不会做一个彻底的调整。所以说从价格行为的角度到今天的一个结构更像是什么呢？空头不是，是非农日多空的一个试探，而不是一边倒的一个趋势。因为开盘的上冲它代表了非农给了多头一个理由，盘中的回落代表市场对工资和利率有顾虑，那么现在有一个拉升，代表着资金它不愿意在这里有一个大幅的减仓离场，而是选择带着谨慎继续上。那么这种 K 线后面走的次日的走法往往有2个，一个是什么呢？震荡小阳或者是小阴，在今天高低区间内继续的横，把筹码再去接着洗一遍。第二就是按着方向选择一边进行一个破位，上破下破都有可能。如果是上破今天的一个高点，会顺势的再拉一段；如果下破今天的一个低点，那么就会用一个完整的回调，再把短线的浮筹再清一清。那么结合宏观的背景和板块的表现，我认为明天大概率会像是前者。为什么呢？因为在周五它会有一个 CPI， 它会在明天继续在区间里面晃一晃，同时呢用个股的轮动来完成内部的一个结构。好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软件股都跌得比较的吓人，然后呢半导体这边表现得不错，这个恰恰是当前市场真正的一个风向标。软件和 SaaS 这条线现在是正在处在典型的估值压缩和蓄势重估的阶段，非农一旦偏软，就意味着利率不会快速的降下来，这个对于高估值长久期现金流的 SaaS 来讲是天然的利空，他们在这种宏观的环境下继续被按着跌是正常的现象。所以说你不用有任何的犹豫，你也不用觉得就是现在的市场在打压 SaaS， 资金的一个轮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你如果说想去抄底，抄哪些股票？我告诉大家，抄大块头的股票，好吧？你可以看一下像巨头谷歌，我昨天跟大家讲了，你可以去纳入你的一个观察仓了。然后再来什么呢？如果你要真的想去进行抄底，我觉得微软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错，尽管说它现在可能还没有到一个最底部最佳的一个极限位置，但是你分批去入场，
你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比较的香的。如果你有决心要拿个3个月甚至半年以上，我相信你的盈利会很丰盛，你就买了之后直接不看，耐心能够给你最好的回报，好吧？那么半导体硬件 AI， 它现在是为什么会跟软件不一样会涨呢？就是因为它现在有真实的需求，有订单的落地，实体的层面都是可以看到的。非农数据证明经济没有它，企业 IT 和 AI 投资不会立即刹车，半导体自然就有人愿意去进行接力。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理解今天的盘中冲高回落，确认再进行拉起，实际上就是在内部风格做进一步的确认。钱我知道是愿意留在股市里面的，而且呢也愿意留在科技股，但是更多的去追那些有实打实订单和盈利的半导体 AI 硬件，而不是给 SaaS 这种纯估值故事太高的板块来买单。只要我们知道资金在股市，资金在科技股，那么早晚一天会轮动到这个软件的。所以说呢，你进行一个布局，或者是你现金很多进行一个布局，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从明天的结构上来看，机会更多会出现在两类股上，一个呢就是高质量的半导体龙头和板块的 ETF， 比方说大家都经常说的这个英伟达或者是博通等等。那么只要指数不出现杀跌性系统的杀跌性，那么他们在回踩5日或者是10日，他们是有可以变成主升优先承接的标的的。但是那些被错杀的板块龙头，他们会在大盘高位震荡的时候承担一部分防守资金的配置的角色。那么 SaaS 的话，我建议大家，比方说这种2线成长股，先暂时不要进行抄底，因为他们要起来的话，会有一定的难度。你要去做，就去做巨头，好吧？去做巨头，因为巨头一旦大盘企稳或者是要向上的话，价值的洼地会首先轮到这些巨头上面。风险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第一就是今天的非农之后，市场虽然说选择偏乐观的一个解读，但是你要注意到利率预期的路径并没有彻底的明朗。明天开始到 CPI 这前后2天，如果债券收益率突然往上冲，成长股它会再来一轮压估值，这个呢就会具体的体现在 QQQ 的表现上，不是会非常的好看，好吧？第二就是什么呢？技术层面上 SPY 和 QQQ 离我们的关键支撑都比较的近。如果说明天盘中出现有放量跌破今天低点的走势，而且尾盘无法收回，那么我认为这个就不是简单的高位震荡，而是非农后确认的一个高点信号。第三，在个股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表现强势的半导体里面，如果说明天早盘出现明显的高开高走，但是量能跟不上，你一定要注意，你要去选择进行一个减仓，因为短线的资金它会借着消息面做出趁热出货，然后呢留出那种长上影线的可能的一个信号，好吧？那么我们总结下，今天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经济数据不差，软着陆故事还在，钱愿意留在股市，但是前提它就会越来越挑剔，那么 CPI 还会决定更大的一个方向，大家呢也不用过于的紧张，在盘中我都会告诉大家最新的点位和方向的指引，如果大家不想错过的话，那么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另外，如果大家想在年初的时候换一下券商，能够夜盘交易或者是盘前盘后的交易的话，欢迎大家来加入富途木木。那么现在他们有 8.1% 的 APY， 相当的划算，大家用我视频下方描述链接就可以来开户入金加入富途木木。那么这周还有2天的时间，希望大家呢好好的赚钱，我们下期视频再见。